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开学了，习近平启动青少年塑造工程；第二，冰火两重天，教培巨人倒下，疫苗厂商赚大钱。那么我们又迟到了，非常抱歉啊，因为我们用了太多的时间来准备。其实我们一切运作是正常的，只不过我们题目的内容有点多。今天是9月1号啊，那么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今天开班啊，然后习近平在这个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年轻人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这个必须练好内功，提升教养，巴拉巴拉巴拉。”最后他说要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任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谁陪着呢？王沪宁陪着王沪宁陪着。那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系啊。习近平针对教育领域下了一番功夫那么我们今天总结一下这番功夫有一系列的影响从中学到小学，从幼儿园到课外补习，全面，基本上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那么整个的教育界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件事情始于今年5月份的5月21号，深改委深改委每2个月开一次，是一个中共中央的决策机构那么开的深改委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个意见出来之后呢，反响非常的大，因为他要决定做这件事情。习近平对中国青少年教育的塑造是从这件事情开始那么5月21号开始动然后到了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文，这个文呢，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最重要的文件，叫《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就是拿着那个意见来变成具体的政策，那个是决策，这个是制定政策这个意见呢分2块，一块是义务阶段校内负担校内负担他提出几个要求。第一，确保小学1、2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可以在校内适当的安排巩固练习。这第一。第二，小学3到6年级书面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抱歉，这是一块，这块跟什么有关？跟义务教育的学制有关他提了一些简单的要求第二部分就是教培，其实这个文件的是2个，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教培教培就是全面清理了，这基本上就是要团灭了几点：第一，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机构那就不用做了非盈利你干什么？第二个，学科类的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也不得通过这个融资投资学科类的这个教培机构，然后这个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参股学科类的教培机构，已经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顿这一句话就这几十个字，就直接教培行业团灭
那么教培行业有1000万师资，3、4千万的从业人员，上万亿的市值就这么团灭掉啊！那么大家都要重新找工作。本来教培行业应该是这2年开始欣欣向荣啊，欣欣向荣，然后市值也涨得很厉害，现在就整个的灭掉啊，灭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学制，学制怎么改啊？上海教委8月3号发布上海市中小学2021学年课程计划和说明几点。第一啊，严禁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第二，严禁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联考或者月考都不许考，这是总的啊。然后小学阶段，期末考试不考英语。第二，不进行期中、期末考啊，没有期中、期末考啊。然后没有期中考，然后期末考只考2样，一个是语文，一个是数学，只考2门课啊。第三，1年级不进行书面考试，3到5年级期末考试只考语文、数学，其他学科用优秀、良好、合格、需努力4个等级。这是小学。初中啊，除语文、数学、外语3科之外，其他全部取消中考啊。那么鼓励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开卷考，或者开卷闭卷结合考。然后是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加强这个动手实验能力的考察，主要是考察啊。然后是信息科技、劳动技术、体育与健身、艺术、音乐、美术只进行操作、应用和实践性的考察。这是第三个学制改革，学制就这么一改，整个的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然后这头没有培训啊，没有教培，这头把学制整个的降下来啊。然后第四，消灭什么呢？消灭名校，消灭学区房啊。北京市开始啊，北京市教委发言人8月25号在表示啊，新学期里，北京市将大比例促进公办学校校长、教师轮岗交流。主要的形式包括什么呢？区域内的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啊，普通教师这派位轮岗3个维度啊，一个是校长，一个是骨干教师，一个是普通教师。那么他要求距离退休5年，而且在一个学校任职满5年的正副校长要轮岗。然后距离退休5年，在同个学校连续工作6年以上的在编的教师，原则上都要进行轮岗。这一轮岗意味着什么？名校首先是师资的优秀，才会有名校。那么一进行轮岗，那所有的优质的师资就会轮掉了嘛啊，轮的到处都是。轮的到处都是，就不会集中在一个学校，名校就破灭了。当然，它还有个大学区啊，大学区，也就优质学生也不会集中在其中一个学校，那么名校就瓦解了啊，名校瓦解。这个中共干这事情很有经验，很厉害的啊。然后呢，大学区呢就是优质生源就分散，然后轮岗呢把优质师资分散，那么名校就不存在，就消灭了名校。然后呢，北京市有2个，一个是东城区，东城区新学年有2000名这个校长跟教师轮岗。密云区安排了38名正副校长，38名正校长，12名副校长轮岗，118名教师城乡流动，27名教师区域内流动啊。轮岗一开始，名校不存在就消灭名校。第5，消灭什么？消灭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是李克强5月初签订一个国务院令，颁布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9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法令呢，叫《民办教育促进法》，其实是《民办教育覆灭法》啊。那么它有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民办教育的规定。然后8月28号，教育部公布了这个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是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这个名字和它的内容是不符的中共现在都干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其实呢就是压缩民办教育的招生数量民办教育到2020年，民办教育大发展那么全国民办学校总共有186700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3那么在校学生5564万人那么占20%那他现在这次对民办教育的做法是有20%，在校学生20%，压缩到5%，那基本上就是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是有民办教育，其他的全部灭掉应该是这个概念，大概要用2年时间那么也就是说5500万一压缩下来，可能就是剩下了1000多万，1000多万呢，也就有4000多万的学生，要么就重新找学校，要么就要找公校那这就是民办教育，就是说把所有的学生从补习学校赶回学校，赶回公办学校，从民办学校再赶回公办学校这个大概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这个还整顿饭圈，禁止追星8月25号，网信办发出通知，列出10个整顿饭圈的这个饭圈就是追星组织fans 圈就是追星的组织那么取消明星艺人榜单，调整这个排行榜的规则这个严管这个明星经纪公司，然后就是整治这个粉丝群体的账号不能让他们吵架互撕然后等等这一系列这个措施那么中国的娱乐产业逐渐的发达娱乐产业主要来自它的收益主要来自2个领域，一个领域叫票房一个领域叫这个粉丝歌迷会或者是粉丝群那么针对这2个领域娱乐公司呢都会做不同的工作你比如说票房，那他要在推电影推这个卖这个出新唱片的时候，他会进行重点的这个推广但是平时他要进行他的粉丝或者是他的歌迷的一个经营维持经营维持所以呢再加上互联网的这个条件，于是就出现了饭圈饭圈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娱乐公司对它的对这个产业的这个商业化和组织化的一个运作那么当然主要的方式在互联网的情况下，主要的方式就是一个是话题的组织催化，另外就是线下的活动那么目的是什么？吸引青少年投入时间，投入注意力，投入金钱那么网信办的这10个措施，就是阻断娱乐企业、娱乐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条，直接中间这个掐断。掐断是什么？掐断当然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饭圈，叫什么？一呼百应一个招呼就能来几万人，那个力量非常大，这对中共来说非常害怕非常害怕这件事情，所以干掉饭圈。但是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另外的主要的目的是把青少年赶回家，所以把这件事情把青少年从娱乐事业赶走，那娱乐事业就完蛋了
娱乐事业叫青少年为主，青少年不参与娱乐事业，也就中国的娱乐事业就没有观众，没有观众，没有听众，那没有观众，没有听众，这些明星就得饿死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娱乐事业完蛋，青少年也就全部得赶回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赶回家打游戏也不行。那么，国家新闻出版署8月30号发出通知，2点，第一点，这个青少年每周只能3天时间打游戏，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啊，晚上，而且规定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只能玩1个小时，一个星期玩3个小时，其他时间都不能玩游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抓游戏厂商啊，你要是违规了，我就处理你。那当然，这个目的当然很简单，就是，这个措施很多家长欢迎，为什么？那当然是一个这个失败的家长都欢迎，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管好他的孩子，没有管好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甚至他的孩子处于一个家庭教育失控状态啊，他就很高兴啊，政府帮我把他管住了。如果你要感谢他的话，就像你感谢希特勒是没有区别的啊。希特勒把那个犹太人消灭掉，你觉得哎呀，这个犹太人做的这商店，让我非常的竞争，让我非常压力非常大。哎，希特勒很好，把这犹太人给杀掉，我这商店没有竞争对手，我很高兴。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属性，就是你在鼓励一个作恶。你想一下，他可以把手伸到你的家里来管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他就这只手就不会闲着了。他除了帮你把你的孩子管掉以外，他还会管谁？还会管你，还管你孩子的其他的事情，手就不会回去的了。你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想，你不想这个手动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所以这件事情说感谢啊，就是很支持这件事情的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是愚蠢，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啊。这件事情我用的是愚蠢啊，我不客气啊。大家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懂的话，那是有问题啊。第八，习近平思想读本进中小学，然后开学了14万督导员进校园啊。那么新学年，这个教育部规定，这个中小学都要修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本啊，有中学读本，有小学读本，小学还分两个不同的读本啊。那么读本的主要内容是，当然是爱党啦、爱国啦、爱习近平啦，学习习近平这个他的思想啦。习近平有什么思想呢？习近平思想就是你来爱我啊，就是这个作为中国人自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那以爷爷的称呼称这个习近平啊，那么等等啊，就是这些啊，洗脑，就是习近平思想的读本啊，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洗脑，洗所有孩子的脑啊，让大家回学校干什么？让大家回学校，当然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洗脑。你都跑得到处都是，我怎么去洗啊？集中起来才能洗嘛。然后就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教育部再派了全国教育部9月1号开始实施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向中小学全国聘了14.7万名督导员啊，那么处理什么呢？处理所谓的违规办学啊、超标、超前培训啊、超期收费啊、教师师德严重失范和学生欺凌啊、教育违规问题啊，这些督导员有权约谈违规人士，然后进行处分，甚至可以将涉案的人移交司法机构。那校长干什么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巡抚嘛。他实际上呢，把这个通过派一个督导员去学校，就干什么？去剥夺了校长的职权啊，就是
政府把政府把手伸到家里啊，政府再把手伸到了这个学校啊，学校的校长不是最大的了啊，最大的是谁？这个督导员。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习近平的这个青少年改造工程，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很成型了，很成型，就是把所有的碰到青少年的人全部干掉啊！这青少年你们谁都不能碰，明星不能碰啊，这个补习老师也不能碰，谁都不能碰，只有我能碰，我要碰，我要对他进行我想要的方式，我想要的目标啊！所以习近平的这个系统工程啊，改造中国青少年，让他们变成他想要的接班人。其实接班人这个名字啊，大家别搞错了。习近平说你要做接班人，不是让你去接他的班，是让你接你父母的班啊，不是接习近平的班。习近平的班也得有习近平自己来挑啊。那么你接了你父辈的班，然后呢，就帮着习近平完成他的中国梦，实现中共的这个红旗插遍全球的这个初心啊。所以呢，你可以看这套工程围追堵截，全方位做工作，核心是什么？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洗脑啊，主角是教育部网信办啊。这件事情影响深远，影响非常的深远。你可以看中国现在的教育，整个教育体系，第一单一化，第二这个文革化，第三简单化，就你不用搞太多的东西，也不用搞太深，基础性的东西就够了啊。然后呢，然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很多人要跑，为什么？很多不喜欢、不希望、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的，变成习近平的这个一个个小萝卜的那种家长就要跑了。这个我相信新一轮这个移民潮又会兴起，这是一个啊，这个我们今天快一点讲。第二个主题是冰火两重天啊，冰火两重天，一个讲教培，一个讲这个疫苗厂商。中国的疫苗厂商生产出来的疫苗是没有效果啊，没有这个疫苗的效果，但是他继续赚大，不妨碍他挣大钱。先讲这个教培，教培是巨人教育，它名叫巨人教育啊。巨人教育其实在中国是有江湖地位的啊，在教培行业是有江湖地位。94年成立的，在北京啊，北京、西安、郑州有48家直营的校区啊，他做这个 K12线下的教培啊。那么累计服务过的学生有500万人啊，那么这是个很大的集团，但是他做的就是业绩不大好，然后正好碰上教培，教培的团灭，所以巨人教育实际上在业内叫黄埔军校啊，很多大 V 都是从他那儿出来的。那么8月31号，巨人教育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这个致巨人学员的一封信啊，因经营困难，秋季无法继续向学员提供教学服务，也无法满足家长的退费要求啊。那么这样结果，7月24号双减的意见出来，中办国办的双减，然后到了8月9号，董事会投票通过停发工资的决议，然后这个他的股东其实是收购他的，当初是收购的，叫精锐教育，精锐教育是北大哈佛的一个老板收购的，收购了这巨人教育，然后精锐教育说我不再投了，然后8月10号发薪日啊，员工没有收到工资，然后集体维权，31号宣布倒闭啊。那么现在至少有13000名家长登记退费，但什么时候拿得到不知道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他的股东啊，母公司叫精锐教育，精锐教育自己也遇到了麻烦，
精锐教育是这个张希创立的，那么收购了巨人教育。精锐教育去年亏损7，它是美国上市，精锐教育是美国上市企业，亏损了7亿2千万，今年上半年亏损3亿3千万啊，那么就是这样，所以就倒下了。倒下了呢，但另外一头呢是什么呢？就是疫苗厂商。中国主要的2个疫苗厂商，一个是国药，一个是科兴啊。国药公布的业绩啊，国药公布业绩就是中国生物制药中生，中生是在香港上市，8月31号公布半年业绩，营收是143亿，同比增长13.5%，净利润84亿，营收143亿，利润有84亿，你觉得它是在生产疫苗吗？那么增长5.8倍啊。然后中生制药透露啊，它的产品叫科尔莱福啊，就它的疫苗的品牌叫科尔莱福。科尔莱福目前在全球完成了超过10亿剂接种，然后今年已经签订了9亿剂疫苗的出口协议。然后它是今年4月份，科尔莱福3期原液车间在国内投产啊，产能是年产是20亿剂。那么另外一家更厉害，另外一家是科兴，叫科兴中维啊。科兴中维上半年的利润已经达到了450亿，有可能达到500亿啊。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是，截止到8月31号，中国累计接种疫苗是20亿啊，20亿。那么如果以14.11的人口推算，那么接种比例是达到73.2%。理论上来说，局部地区已经形成了群体免疫，如果疫苗有效的话。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没有啊。那么虽说中国民众打疫苗是免费，但其实这不是免费的午餐啊。那么中国接种疫苗账是怎么算的呢？账是谁来掏钱？医保基金，医保基金买单，然后中央政府补贴30%啊，这个账是这么算。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己出了疫苗多少钱啊？中国的疫苗多少钱？中国的疫苗10块钱，连注射剂10块钱。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自己，因为社保基金其实是中国民众自己掏钱放进去，那么中央政府出3块，这个医保基金老百姓自己出7块啊。7月28号，财政部、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医保基金负担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财政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央财政补贴30%，补助30%啊。但是呢，总的区别不一样啊，有些差别。那么对不同的省级财政有不同的补助标准，东部地区30%，中部地区40%，西部地区50%。那么西部地区还是照顾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职工医保基金和居民医保基金可支付的结余少于3个月的地区啊，就是如果你的结余你要支付的钱少于3个月，其实就是窟窿很大，你可以向商企申报，提高这个补助标准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那现在呢，中国的疫苗可以知道了啊，就是免费打的10块钱的疫苗无效。那么为什么无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太便宜了，玩笑啊。科兴在海外卖多少钱？科兴在海外卖30美金，29.75美金，所以它为什么要出口？赚大钱。你想，它在国内卖10美金，10块钱人民币，它有的挣。它海外卖29块钱，就30块钱，
它为什么可以挣500亿？原因就是因为出口啊，这 AZ 是10美金，BioNTech 是19.5美金，Moderna 是15美金，都比科兴便宜。科兴卖30美金，比 Moderna 要贵1倍啊，整整贵1倍，但是它无效啊，所以这就是大体的情况。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关于疫苗这件事情。疫苗这个医保基金给得起吗？给得起，理论上都给得起。为什么？不多嘛，20亿嘛，20亿打了20亿剂，20亿剂10块钱就200亿，200亿医保基金没有问题。再加上中央政府在支持30%，影响不太大。前天有一个网友问我，说这个在提问的环节说这个打疫苗打完，把这个医保基金给掏空了1/3。如果以医保基金滚存应该有过万亿的结余来看，200亿、200-300亿对医保基金不是个事儿啊。有事儿的是什么事儿？有事儿的是个别省，它医保基金亏空的很厉害。那个别省是有啊，个别省它不仅仅是医保基金了，它社保基金都亏空的很厉害，这个养老金都有问题，所以个别省都有问题。但总的来说应该问题不大，200亿对他们影响不大。我觉得无效的原因跟这价格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啊！我刚才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应该是有关系的。你想一下，在所有的生产工艺当中啊，这个灭活工艺成本最高，周期最长。你短时间要拿出这么大的数量来，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你现在 AZ 也好，Moderna 卖15美金，你在国内卖10块钱人民币。会不会这个就着这个价格来做，这都不好说，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怀疑这件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要讲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字幕组啊。字幕组呢，最近我们的节目也比较长，然后内容也比较 heavy，字幕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且他们的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我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字幕组的付出。Tina 欧阳，菲菲，Cliff 王，Samuel 言行 Frank 这是我们的字幕组啊，所以感谢字幕组的付出，为我们提供非常精良的字幕啊。另外，鸣谢 Helen， 谢谢。情况，昨天看到孩子学校发的习近平思想读本，第一讲笑死人，说爱国是人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家人的爱才是最深层的情感吗？后面关于军队，习近平的话就更加暴露了他不知所云。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打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变得更多，骨头要更硬。别说孩子，硕士毕业的我也看不懂习总书记在说什么，简直是贻笑大方。情况，孩子4岁，上幼儿园中班。今天学校让孩子看开学第1课直播，并要求拍照片上传图片。今年的开学第1课讲的是革命英烈的东西，孩子根本听不懂，很心疼孩子从小就要受这些东西的洗脑。观点，取消教培，剥夺了大部分中产抢跑的机会，把机会留给了体制内的人员，他们下班有足够的时间培训孩子子女。以前有权有钱可以抢跑，现在变成有权才可以情况，我朋友是北京的教师，他早上7点钟去上班，晚上7点才回家，孩子累得不行，哭着要回家。
1年级的老师累得不行，还没有任何工作上的补贴，至少目前没有看到，这是要把老师累死。观点：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社会进步的基石。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共产党一直尝试用道德来包装他们的背后邪恶用心，不让孩子游戏，控制竞争，掐灭公平的上升渠道，害怕教培开启明智，掌握所有的规则，制定权利，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王先生说过，中国的国家属性不强，确实，现在的中国只是一个不同性的既得利益家族，完美的体现了人性中最邪恶的部分，非常正确。我要摇个铃，这讲的非常的好。我要肯定一下啊。观点：一些家长为新出台的教改政策叫好，是没有看到背后的真实意图，以为仅仅是为了孩子戒网戒游戏这么简单。党今天可以限制孩子课外生活，明天就可以一纸文件来限制家长的下班生活。也许有一天家长被要求下班后必须陪孩子学习某某某思想的时候，这些家长才明白怎么回事。让政府帮你去管孩子打游戏，说明什么？说明家长的教育已经失败了啊，失败了。所以你要用另外一个伤害来挽救你的失败，这件事情是非常愚蠢的啊。情况，国内很多教培覆灭不假，很多在打擦边球继续经营，他们把教培机构改成书店，模式是按照会员收费，孩子在里面看书，不懂的问题可以问图书管理员。OK， 多么可怜，多可怜啊！你说，这个共产党真的是作孽呀啊！提问：就目前广东的民办学校的招生情况来看，今年9月1号开学的学位还是供不应求。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表示，地方政府在执行该政策的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这种政策大大的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请问王老师，中共对民办学校的新政策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过去5年，习近平在不断的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啊，那么把地方的权力收走啊，那么实际上过去5年以来，地方政府的独立执政能力是在受到削弱啊，不断的受到削弱。所以以前你跟我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才会有这个词儿啊，否则不会有这个词儿。但是这2年已经很难了啊。现在有2个巡视组，一个是中央巡视组，是中纪委的啊，巡视组到处跑；第二个就是国务院的督察组啊，督察组也是全国跑。然后各个部委直接下指令下到各个部门的直属部门啊，你比如说教委啊，教育部直接下文下到教委，教委直接下文下到这个教育局，直接下去，都不经过市政府、省政府，所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啊。那么一竿子插到底，而且中央政府现在今年已经全部把这个转移支付是直接发放到一级政府啊，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把钱拨给谁呢？转移支付就是中央政府的钱交给地方政府啊，我收上来，然后回拨。他现在是什么？他现在直接原来的做法就是转移支付，中央财政把钱拨给省政府，省政府揩一点油，再拨给市政府甚至县政府啊，那么它中间截一部分当做他自己的好处啊。那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现在的做法是直接拨到市政府，直接拨到县政府，中央政府直接拨，省政府基本上没有机会揩油了啊。
这个形态就更像什么？更像帝制，帝制直接插下去啊。那么共和是什么？共和是地方自治，省政府管省政府的事情，中央政府你不能来管，市政府管市政府的事情，省政府你不能来管。现在不是，现在直接插到一竿子插到底，这就是帝制。所以呢，当然我相信政策下来不一定每个地方会严格执行，但是你想一下啊，习近平的这个做派，一段时间之后2个月、3个月，教育部就开始派督察组去全国各地检查，你看一下他还在不在？大概就是这样啊，我不相信他还有生存空间。当然，我觉得学校嘛，你现在地方政府有困难，你一下子把民办学校给灭掉，公办学校学位上不来，你怎么弄？校舍都没有，老师也没有，你怎么弄？那其实折腾的都是孩子啊。我觉得他可能会慢慢的会执行的，我不觉得他会。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号角吹响，然后呢，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开始动啊，其他地方还坐在那儿没起来，大家看到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迟早他们都得起来，为什么？这是中共啊，独裁。提问：请问王 Sir，现在有新闻是全国取消英语课程吗？我看只有上海取消高级英语考试而已，怎么突然开学大面积取消英语？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刚才讲的是上海啊，但是上海发生了，上海都发生了，我相信全国会发生的，你等吧，这件事情，我觉得会发生。情况10年前被爸爸骗，讲过所谓的戒网瘾学校，虽然没有杨教授那边电击学员，但是各种体罚和人格侮辱是日常，还鼓励学员互相举报监督。当时幸好我已经17岁，咬牙度过了半年。如果年龄再小，可能大便拉在裤子里，也不敢打报告、上厕所。现在一晃10年过去，跟爸爸的关系也断了几年。我从一个爱好玩游戏的学生变成一个网游行业从业者，虽然身份变了，那种被背叛的感觉和耻辱感这一辈子忘不了，甚至有时候会出一些极端的想法啊，把孩子送到网瘾学校，这种家长2点，第一个，他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责任都是他自己，然后把学校送到这个学校去，说明什么？在逃避责任啊。情况我打了2针疫苗，有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有安徽的健康绿码，但是因为没有北京的绿码，上火车被拦下，现在请假了14天，原地隔离。情况家乡的小孩被摁着打，打完躲墙角哭了1天，老人在路上走着，摁在地上打疫苗，头都摔破了。疯狂吧，疯狂。然后卫健委这2天跑出来说，你们不能够强制打疫苗，都打了20剂了，20亿了，他跑出来讲不能强制打疫苗，你不疯了吗？真的是，卫健委这是非常无耻，已经打完了，8月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现在跑出来讲不能够强制打疫苗，无耻至极。情况，老家的村委会上门给村民打疫苗，如果不愿意打的，4个壮汉摁着手脚强制打。情况，据扬州老板说，扬州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病例，但是邗江区还在封小区，每天只能有2个小时出来采购。情况，朝鲜已经决定放弃通过2019年冠状病毒COVAX 分配获得的297万剂科兴疫苗，朝鲜愿意将原本分配给朝鲜的疫苗重新分配给
其他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 OK， 一看这个颗星不要了。情绪1、2线城市的人可以跑，但是3、4线城市的人想跑也跑不了。没有钱的同时，家庭人员绝大多数也不愿意跑。我的家庭就是这样，不愿意，也很无奈，很沮丧。情况坐标广州，身处教培龙头企业，跟王老师分享一下最近的情况。小学老师离职约15%，初中25%，高中10%。小学、初中所有周末课程取消，挪到工作日晚上，每周最多5节。高中目前周末还可以上课，全市100个教学点，可能留存10多个。如果高中也进周末，那教学点就要全退，统一转线上，因为付不起房租。观点：上海取消英语，慢慢的其他城市也会跟上。大陆的政策都是1线城市先试，然后慢慢推广到全国。非常对。情况：坐标成都，孩子初2，今天回家告诉我们，英语课从每周8节减到6节，取消月考。英语老师吐槽，这就是为了让你们上职高。我跟他说，他的目的倒不是这个，但结果真的有可能是这样。提问：湖北孝感家境一般，本想着寒门子弟在现有的教育平台拼搏奋斗，但学校今年取消英语，网墙也堵了，国际交流的方式也不让学。请问王老师，学校的那些课本还能让我们的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吗？我们养大的孩子还是要重复我们韭菜的命运吗？后面的答案肯定是习近平就是想让你的孩子重复我们这个韭菜的这个命运。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那些课本能不能培养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想中国的现在的课本都不具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功能所以能翻墙就尽量翻墙，能肉翻最好情况：坐标邢台，我侄女初中生，现在当地初中升高中要刷掉50%，升不上去的去职高，凭关系进高中的全部处理是这样。这个不是邢台，全中国都是这样。全中国的初中升高中升学率不到50%，应该是我印象中是48%还是49%，大部分中国的孩子都去了职高。所以经常有人提出来说，这些措施是不是为了让孩子去上职高？其实中国大部分孩子已经上职高了，并没有全部都是能够参加高考的孩子不到一半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同意说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让孩子去上职高，不是的本来就有一大半的孩子去上了职高所以我经常讲，习近平吹牛说中国大国崛起，一个大国崛起，连高中都不能够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怎么能算着大国崛起呢？你至少要普及中学吧？现在你只能普及，现在你叫的多别扭叫9年义务制，9年义务制，你觉得普及中学多好？他高中不普及，高中是没有普及的所以所谓的大国崛起，你连高中都不能普及，你这大国崛起吗？提问：中共可以不要脸的说实现了全面小康，请问王老师，习在党内是否可以不要脸的把全面小康当作他的政绩？另外，他对香港的全面管制算不算习在党内拿得出手的政绩？香港现在拿什么做政绩呢？香港现在发生的，他讲香港现在还在实行基本法，那他有什么政绩？所以香港的政绩拿不出手，讲不出来你说我们对香港进行全面管制，一直在全面管制所以香港是政绩是拿不出来的那么全面小康是不是政绩？全面小康必然是他的政绩如果他们连全面小康这都说不出口的话，那他还有什么政绩？完全没有，他凭什么连任
观点：国内的教育底层逻辑其实是选拔分层，而并非教育本身。学生只是在一层层的考试中被分流到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对于个体在这场竞争中能否实现阶层跃升，对于统治者是谁在这场绞杀中胜出并无分别，所以根本不希望国民在这场早就已经决定了胜出率的角斗中浪费消费力。这是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赞成一下啊。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习近平这一阵子对各个行业的种种严格管控，是一种极度不安全感的心态啊。非常有危机感的人会把任何事情都掌握在手里才安心。习近平是个很没有安全感，也有相当的潜在的自卑感。OK， 提问，请问王老师，深圳二手房的成交量大跌，但挂牌价为什么不跌？卖家见如此情形，不应该降价出售吗？后海附近很多楼盘目前挂牌仍然在25万以上，25万上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看他急不急吧。那你想一下，价格都曾经在这个位置上，现在一下下去了。这第一个，我觉得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价格到底多少，没人知道。你现在只有个二手参考价，成交价多少你不知道，查不到。然后中介呢，中介在这种情形就个个都劝你降价，但你呢又不想，所以挂牌价为什么不跌？也没有大跌吧，我不觉得。就除非你要真的要卖，急着卖，那你就往下挂呗，你才能成交。反正我往那挂我无所谓，反正挂25万就25万，能够挂20万就挂20万。大概卖家心态是这样心态吧。他急卖的话，那就跟中介说你帮我找个客吧，我这个20万就卖。中介就赶紧找潜在的买家，我这有个笋盘，来一下谈一下20万，大概是这种心态吧。情况按照中国的人口比例，其实严重缺学校和医院。政府不想多盖学校、医院，因为政绩没帮助，而且地卖出去不能体现政绩，所以很多地方官都发展房地产。发展房地产当然能挣钱，卖地能挣钱，盖学校是没办法，你必须盖啊。它有一个人口比例的规定，所以你到了这个规定呢，你就必须盖学校啊，这是有规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这个地方政府，在于你这个规定得提高，提高呢你就多盖学校，但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提高，为什么？学校是什么？学校是成本中心。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个开支是教育开支，教育开支要花好多的钱。是地方政府，你再多盖几个学校，他可能啥都干不了。所以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盖学校，也不愿意盖医院呢。医院不是不愿意盖医院，医院呢由上面审批，上面也不愿意你多盖医院，就让你扩展。不断的扩展，所以医院越来越大。观点：全面小康完全是笑话，浪费了很多钱，修了一大堆安置房，然后空一半。检查的时候到处请老百姓来住，检查一走，老百姓又跑回去住了。观点：家庭教育事关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教育很重要。观点：很多家长支持减负，都觉得我们小时候不就这么来的。这样说的家长是刻舟求剑，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这样不学习，所以孩子也可以，根本没有想过科学在进步，环境在变化。这就是王老师经常提到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常识，洗脑的可悲。减负呢，看你减什么。减负
一个孩子他到底应该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到底应该多学一点，还是学好少一点？他是想去精英，做一个普通人，还是做精英？这是孩子和家长共同建立的一个愿景决定。那你期望孩子变成一个社会精英，孩子自己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社会精英，那你就要付出代价这就要付出代价。那你就要多学，勤奋的学，努力的去学这是一个。如果你对孩子没有期望，孩子对自己也没有期望，但是他可能现在没有期望，他可能过了5年他就有期望的话，所以实际上家长你要给孩子留下一个选择可能性，就是等他真的明白他需要努力的时候，他还来得及。所以呢，家长不能够放养，家长你要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一个机会，所以基本上负责任的家长不能让孩子太轻松有些家长说我就是想让孩子快乐成长我觉得他快乐成长就挺好，这是非常的上帝视角。万一有一天这个孩子说我要去读哈佛大学怎么办？那你没有条件了，因为你前面在放养，所以实际上家长可以不那么激进，但是呢，也不能够放养。你要留一个机会给孩子，有一天他希望对自己有期望的时候，他还能赶得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我就这么来的，所以他就可以这么去，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家长对孩子的责任取决于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观点，王老师你好，我对包括青少年塑造工程和先前针对娘炮的动作感到很不安。这是习近平的一个前置动作，意图将斯文和好好沟通贴上娘炮的标签，将阳刚跟野蛮混淆，想重演过去的悲剧，非常对非常对情绪，王老师你好，我家孩子今年4年级，1年级就要求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年学校给每位学生派发习近平语录，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孩子就这么被洗脑，既无奈又无力你可以多做一点工作多做一点工作让他多看看校外，看看小说，多看看其他的书，平衡一下观点，中共的9年义务教育，这个义务背后存在着重大的逻辑谬误。接受教育是公民应得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义务那是谁的义务？贫困地区没有学校，导致当地学生上不了学的事情，是个人没有尽义务，还是政府没有尽责？政府没有尽责观点，国内不可能减负。20年前我读书的时候，政府就天天喊减负你不降低终端的竞争，你前端的减负都是假摔，理解吗？一定是这样。情况有一个扬州邗江区的朋友在武汉封城的时候说，没办法，为大局着想。最近扬州封城，抱怨不人道、不公平。我以为是经过这件事情，他可以多一点同理心，但是他因为家里有点关系，可以离开扬州回南京上班了。我虽然为他高兴，但是有一些难过，因为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当自己成为既得利益的时候，就无所谓公不公平了。很多人只是因为不在特权阶级才愤怒吧，但是又觉得没有资格责怪他，因为生活太难。我经常讲一个道理中国人经常以前讲中国人不患贫患不均就是大家一起穷就无所谓了。然后中国的反贪，中国老百姓反贪，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没得贪没得贪，他反的是贪污的那个人不是我。这是什么？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教育有关系。中国人就从小没有得到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就是
对于贪污这件事情，你看很多家庭，我观察到很多家庭在家里，父母在那聊天，小孩子坐在旁边，那这个讲起那些事情，那就是错误价值观的典型啊！我们单位的谁谁谁又收礼啊，这个单位又怎么样啊？这个人又啥都不用干，就怎样怎样，这全是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为什么中国社会是这样？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的教育，都在传播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刚才这个网友说他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常识啊，这就是常识的缺乏。情况补充一个教育的现状 ，Office 的3件套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办公软件，很多社会生产都会用到。但可笑的是，中国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没有接触过这类软件，这就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一种体现，和现实社会的严重脱节。观点：消灭教培行业的根本原因是朝廷只允许培养所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不允许开启民智，一切为统治集团继续统治服务，为世代统治辟民，永不可能当家作主，让人民走向民主自由。OK，鸣谢，为王老师的小铃铛干杯啊！谢谢。我这小铃铛是个，大家有没有看到？是个苹果形状的小铃铛哦。OK，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